嗨，我是咪边，欢迎回到最旅宿。因为夏天快要到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进行的是日本超商冰品开箱。你看我前面有这么多的冰品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？因为我自己每次来到日本啊，我每天晚上都会想要吃一支冰。就算我晚餐已经吃得很饱了，我还是会觉得我的胃总是有一个空间是要留给冰的。不过啊，日本的超商这么多种冰，每次走到超商的冰柜前面都会犹豫超级久，所以这一支影片啊，我们就要来帮大家开箱日本热门的超商冰品。那我们这次选的冰品啊，主要都是只有在日本才有贩售，或者是呢在台湾不是常规贩售，比较难买到的品项。我觉得口味这种东西毕竟还是蛮主观的，所以在影片的最后啊，我们也会依据冰品它的口味的清爽或是浓郁啊，还有我自己个人的回购意愿，来帮大家画出一张定位图，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下次选购冰品的时候，可以不用再这么的选择障碍。所以如果你最近有要去日本玩的话，记得别忘了收藏这支影片哦。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吃冰吧。第一部分当然就是要介绍经典必吃款啦，基本上在日本的各大超商啊或是超市都非常容易买到。那第一支，首先我要来吃的是这个帕鲁姆。帕鲁姆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支哎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吉卡哇的漫画？他的漫画里面啊，海獭师傅最喜欢吃的冰就是这一款哦。相信海獭师傅的品味绝对不会错的吧？打开喽，来吃喽！巧克力有一点点的苦味，所以整体不会太甜腻。另外，这款雪糕很特别的是，它的外皮其实不是一般那种很脆皮，咬下去会咔一声的那种雪糕，它是跟这个香草融在一起。所以呢，你咬下去，香草化开的时候，它会跟旁边这个一起化开，然后整个一起融在你的嘴巴里面，非常绵密滑顺。我觉得这一支帕鲁姆啊，就是我晚上回到饭店洗完澡之后，想要一个人享受晚上的时光，我就会买这一支。第二款啊，同样也是森永常年热销的品项——饼干夹心冰淇淋。这款应该也很受小朋友欢迎。那它目前是由铃木爱理代言的，看起来就非常好吃。看它超大一块的，就是有一个奶油饼干的香味。外面这层真的是蛮软的，但它咬下去的时候，它会跟冰直接结合在一起，有一种很温和的口感嘛。就我觉得小朋友一定会很喜欢这个味道。它外面的这个饼干啊，很香哎，那跟里面的香草冰淇淋非常搭。那我觉得如果要吃这一款的话，建议在你的胃比较有空间的时候，不然它其实蛮有饱足感的哦。第三个是这个巧克力咖啡冰沙条，固力果常年热销的品项。那它一包里面是有2条，所以很适合跟朋友一起分食。然后是可乐的外观，一条给你，然后直接这样子从里面拉起来。偏甜，但因为它是偏冰沙的口感，所以吃起来还算是比较清爽一点的款式。觉得小小一条，如果你可能在等个车嘛，或者是吃饱饭后想要简单的吃个甜点收尾，跟朋友一起分的话，就很适合买这个。而且它包装这样子也不太会弄脏手。第四个是这个森永巧克力雪派，这一款啊是从1972年就推出到现在的经典款式。它的外层是最终饼皮。对哦，外面是比较没有甜度的最终嘛，有点像是麦当劳的蛋卷冰淇淋的甜筒。那里面是香草冰淇淋，最特别的是它里面夹的这一层巧克力啊，它是脆的哦，咬下去会咔嚓一声的那种。最后一款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就是 Coolish， 是乐天出的很经典的款式。那它主要就是主打可以用吸的冰淇淋，所以如果你可能没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吃冰，或者是你可能赶着要移动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到超商抓一袋放进包包，然后呢就慢慢的吃，慢慢的吸。虽然 Coolish 在台湾也算是买得到，口味就会比较限定一点。我记得台湾应该只有香草的，那在日本的话，它就有很多不同的口味，像这个白桃，它就是最新的口味，很适合夏天的一个清爽路线。白桃果汁的香气好香哦，它的口感是比较偏细致的冰沙感，然后快速降温消暑的话，这一款应该会蛮推荐的。其他的口味就留给大家自己吃看看啦。第
第2个类型是便利超商限定款，那就会帮大家精选一些只有在各自的便利超商可以买到的品项。那 Seven 的话，当然就是 Seven Premium 这个系列，他们也很常推出各种新的冰品款式，而且很多都是期间限定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挑选我们这段期间刚好有遇到的，看起来很好吃的 Seven 系列冰品。首先第一个，哒啦，它是咖啡摩卡的冰棒，然后里面有巧克力脆片。有一点微微的咖啡的苦味，但是这个巧克力脆片加上去，就是让口感更有层次、更丰富。冰棒本体还是有一些乳香在，不会算太甜腻耶。就这样小小一只，一个人吃完，我觉得算刚刚好。2号选手是这位地瓜冰棒，看起来很酷哎。Marude 系列它就是仿佛吃起来就像是什么什么一样，所以呢，它就号称这支冰棒吃起来就像是在吃地瓜一样的这种感觉。好绵密哦！我好像没有吃过冰棒是这种口感，很黏很绵密，好像在咬一块地瓜泥的感觉。味道是好吃的，但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解渴消暑的话，可能就不会那么适合，因为它整体就是偏比较绵密、比较厚重的地瓜味。那它也有带一点香草的味道，真的很像在吃地瓜。接下来 Seven 的第3样是这个夏威夷豆的脆皮雪糕，我就看到它在冰柜里面，看起来就很好吃，我就很想吃看看。偏口感派的味道的话，我觉得整体偏甜，但吃得到它坚果的香气、油脂的香气。外面这层真的很酥脆，它的里面应该就是一般的香草，但其实也吃不太到里面的味道，因为都被外面这一层盖过去了。基本上吃下去啊，整个嘴巴都是夏威夷果的香味。其实 Lawson 啊，我觉得它品相可能就相对没有这么的有创意，或是这么常推陈出新，但是呢，品质上应该都还算是稳定款的。第一个要来吃的就是这个牛乳雪糕，它是用国产牛乳40%制作的雪糕，感觉就是非常单纯好吃的一个安全牌。打开它长这样子，小小一只，没有很大，就算吃的有点饱，想要来一点甜的也是没有问题。那我就吃看看喽。蛮奶的耶，如果不喜欢那种太浓太重的牛奶味的人，可能会不太喜欢。但是如果想吃那种比较浓醇香的雪糕的话，这一款就会很适合你。非常单纯，但是就是很好吃的味道。接下来这款是 Lawson 的可可跟牛奶双重风味的甜筒。那 Lawson 的甜点就是请认明这个标志啊，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很好吃的一款。它其实也有其他的口味啊。很绵密的冰，巧克力的部分我觉得不会到太甜，还有带一点微微的苦味跟这个鲜奶中和，整体我觉得蛮顺口，蛮好吃的。饼干其实软掉了，但我觉得难免就是它放在里面嘛。全家的自有品牌啊，叫做 Famimaru。众所周知，全家就真的是非常会做甜品、冰品的部分，他们当然也非常厉害，而且很常出新的款式。那我今天的第一款全家，我想要吃看看这个立木县产草莓的冰棒。很特别的是啊，它这个系列它是跟产地合作，像是立木产草莓嘛。那它使用的水果就是一些可能外观上或是规格上比较不符合标准，可是浪费掉又很可惜的这种水果，就把它拿来做成冰品。看它小小一只，粉粉的，看起来有一种沙沙的感觉，酸酸甜甜的，而且草莓味很香哎。但我觉得整体是偏清爽型的。其实我觉得日本便利商店卖的冰品很多都是偏那种浓郁牛奶型的，所以很少可以吃到这种清爽的水果。那我觉得这款草莓的很好吃哎，很清爽，而且草莓味也很重，很香。全家的第2位选手是这个号称能吃的牛奶非常浓郁的牛奶冰淇淋，这个应该也算是全家的经典款了吧？它的包装超级可爱的，有一只牛牛。这一款啊，它其实也会推出一些限定的口味，另外也有些人会买这个原味的回去，可能自己加入草莓或者是抹茶，自己做成其他口味的冰哦。就是这个熟悉的奶香味，非常浓郁，但是很顺口，很好吃。它写啊，它使用了北海道产的牛奶，还有生奶油。我觉得整体的口感不会太厚重，或是太
太腻，应该是我想吃牛奶冰的首选吧。请问，我到底在停车场吃了几支冰呢？底下留言告诉我。第3个是这个全家跟知名甜点店银座的 Cozy Corner 推出的这个卡士达泡芙双擎甜筒，看起来非常奢华它是用很有人气的这个卡士达泡芙去设计的口味，黄色的卡士达，还有白色的奶油，真的是泡芙里面夹的内馅的味道。但对我来说，可能吃到1/3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会觉得有点甜腻，应该就只会吃这一次，但还是可以试看看。接下来进入特殊款式，就是我个人非常想吃看看的系列。第一个是这位选手，他是森永在全家限定推出的提拉米苏冰淇淋夹心，有点好奇它吃起来是什么味道。它外面这层蛋糕很好吃，松松软软的，但是因为中间有加冰淇淋，所以吃起来就会是湿润的口感，有一点点咖啡香跟酒香，大人系的甜点配个茶，我觉得会是非常完美的下午茶。接下来这个是我个人想要吃看看的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冰棒，巧克力米啊、巧克力酱啊、鲜奶汇聚了各种小时候的梦想的冰棒。哇，好缤纷哦！它上面真的有巧克力米耶。白色的就是普通的香草冰淇淋，中间有包巧克力酱。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一款啊，那好像是2024年嘛推出的，但后来就停止贩售了。但是因为在社群 SNS 上面呢，太多人希望它再贩，所以它今年才刚刚又重新再贩售了，然后就被我们买到了。大家如果最近有来日本的话，也可以试看看哦。下一个是我在冰柜里面看到，马上把它拿起来的，因为它是鸡烤啊。好可爱哦！然后它看起来是这种一块一块的，然后它写是无加乌吗？就是它里面的超级可口系列，然后是优格口味的。你看它背面的包装写说，你沿着这个虚线剪下来，就可以做成一个立牌，可以把它放在桌上。哦，它里面还有送一张贴纸，我拿到的是西萨。一点点淡淡的奶香，再加上一点点类似养乐多的味道，我觉得整体算是偏清爽的，很适合可能一群人出去玩，一人分一颗，小小一颗跟糖果一样，很好携带。以上就是这次帮大家开箱的日本超商冰品啦。那如果你是每次都要在超商冰柜前面犹豫很久的人，这张图就送给你啦，欢迎直接截图起来。帕鲁鲁巧克力雪糕属于奶香滑顺却不过于甜腻的浓郁型，经典款式，回购意愿当然是满分。Papico 巧克力咖啡冰沙条虽然味道上较甜，但特殊的冰沙口感，我会把它归类在清爽型，回购意愿较普通。森永巧克力雪派由于是3层结构，属于口感丰富的浓郁型，回购意愿中等偏高。饼干夹心冰淇淋是简单耐吃的日常型选择，偏向有口感的浓郁型，回购意愿比森永巧克力雪派高一些些。Coolish 属于冰沙口感，适合解热消暑，食用不易沾手，清爽度也高，回购意愿当然也是满分。Seven 的咖啡摩卡雪糕是温和咖啡与巧克力碎片的完美结合，不会过于厚重甜腻，虽然不算清爽，但也不会太腻口，因此给它中间的位置，回购意愿非常高。仿佛蜜地瓜冰棒的还原度高，口感上较为厚重浓郁，作为尝鲜类型，回购意愿比较低。酥脆夏威夷豆巧克力雪糕是口感层次非常丰富的一款，偏向浓郁甜点型，回购意愿中等高一些些。接下来是肉松的部分，浓厚牛乳雪糕奶味较重，但口感上偏清爽，因此归类在中间，但是回购意愿较全家的牧场冰淇淋低一些些。巧克力牛奶脆皮甜筒口感偏扎实，味道浓郁，因此放在接近浓郁型，回购意愿中等。全家的部分，入口即化满满草莓雪糕的口感清爽又柔和，酸甜耐吃，属于清爽小薯型，回购意愿非常高。能吃的牧场牛奶冰淇淋，浓郁却不油腻，属于口味较单纯的浓郁型，回购意愿几乎是100%。巨无霸泡芙风味脆皮甜筒，口感较为甜腻且没有记忆点，回购意愿比较低。最后是加码款提拉米苏蛋糕夹心冰，口感非常丰富有层次，几乎会把它归类在甜点，可以尝试，但是回购意愿中等。缤纷配料雪糕就是将童年的梦想化为现实，整体偏甜，偏向浓郁型，可以尝试，但是回购意愿也是中等。
及卡哇一口冰是轻盈微酸的优格风味，吃起来无负担，偏向清爽型，回购意愿偏高。那当然啊，因为日本的冰品其实很多都是季节限定的，超商也会根据不同时期很常推出新的口味啊，所以这次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帮大家开箱。最后还是必须要说，就大家喜欢的类型口味当然还是不太一样。那如果你去日本有吃到觉得超好吃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冰品，或者是呢你觉得我们今天的介绍有什么遗珠的话，也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给我们哦。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结束啦，我们就下一次再吃看看别的东西吧，拜拜。